大家对于solo 模式的呼声我们也都听到了，我们会有一张全新的地图。我们也认为现在的付费太琐碎了，热成像的进一步削弱，让它无法透过倍镜。下个版本我们会有若干个全新的模式。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趣图为无限的项目负责人 Dave。首先呢，我想代表团队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有所收获，有所突围，万事如意。那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近期的一些开发计划和想法，那也会就近期的一些社区比较热点的问题进行回应。首先呢，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我们的新内容。第一就是玩法模式，下个版本我们会有若干个全新的模式。我觉得这几个模式有一个共同的点啊，就是让大家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状态来进行游玩。这里我想重点提一下安全区模式。这是一个如果你在单局内死亡，你的装备不会丢失的一个玩法，那很适合前期想要去熟悉地图或者和朋友们进行轻松体验的玩家。那另外几个新模式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竞技模式啊，我们也会尝试做一些创新性的设计。那当然，大家对于solo 模式的呼声我们也都听到了，所以在下个版本我们会推出 solo 模式来进行试验。那当然，我们并不觉得solo 模式会非常容易的解决玩家现在组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所以我们可能也是以一个试验的方式来进行推出。第二点就是在地图上，我们会有一张全新的地图是北部山区。那大家会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探索空间，可能玩家可以去更外围的地方去探索，也可以深入到我们一个最核心的，也就是北山酒店内去进行比较刺激的一个对抗博弈。对，所以玩家在这张地图的选择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此外呢，我们在这个北山地图上也会有新的剧情线和新的 BOSS 同步推出，然后给大家进一步呈现我们卡莫纳的世界观故事。第三点就是在装备和道具上呢，除了常规我们每个版本都会去补充的大量的内容，我们还会有一些局内的道具和局内的动态机制来丰富玩家的单局体验，让玩家每一局都会有一定的变化和惊喜。那除了新内容外，我相信大家其实会更关注我们的一些局内体验的优化。第一点是我和我们团队都觉得最重要的优化，就是降低玩家在单局体验的压力。我们会进一步的去优化出生点、撤离点和单局人数，同时会提升声音的准确度呀，以及去优化非常多的不可预测的交战点位等等。对，然后这一切的目的是因为我们不希望玩家在游玩的时候是寸步难行的。其实我们希望玩家更主动的以及有预期的去参与一些游戏行为。第二点就是热成像的进一步削弱。我们主要的削弱方式呢，就是让它无法透过倍镜。然后第一是这个比较符合真实的一个设定，然后同时从玩法上呢，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动。第三点就是我们会去优化一些环境类的问题。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会去解决队友伤害。对，队友在用投掷物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限制他的致死性，同时让恶意伤害队友的玩家呢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在讨论抢包呀，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的处理。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些便利性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的背包操作。对，我们会让玩家在这个背包转移物品的时候进行自动的旋转呀，包括自动进这个保险箱呀等等。对，因为背包操作其实是我们可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操作。对，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是更便捷的。那第三个大的主题是关于局外的。对，那这里我想聊的主要是关于外显呀、付费呀等等这个系统服务的。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将会提升玩家在那个使用枪械皮肤的体验。现有的这个皮肤是配件化的，玩家只能拥有那个当前的
配件的皮肤，对应的皮肤才会生效。所以我们计划在让所有装到这个对应枪械皮肤上的配件，其实都可以应用到这个皮肤的一个效果。这样大家就不用纠结有了枪皮之后的一个配件的更换了。第二点也是我们比较惭愧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认为现在的付费太琐碎了，所以我们后续的一个重点也是会让大家有更好的端游的付费体验。比如说我们会合并会员呀、安全箱呀、包括钥匙链呀等等。那当然以上的这个优化都是不影响现在已经付费玩家的收益的。那同时我们也希望以上的这些改动都是加量不加价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 S1 上线了一部分的近战武器和枪皮。我们也看到很多玩家其实他不习惯这个抽奖的形式，他希望有直购的选项。对，然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会努力在我们的下个版本给大家提供直购的选项。那今天视频的最后呢，我也想去具体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一些比较热点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收到了一些可能关于61弹呀，包括一些高级子弹过强的反馈。我们今天还在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第一其实是为了平衡各个子弹的一个平衡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针对61弹或者一些大口径子弹的这个削弱是更明显的。那第二点呢，可能是大家一些体验上或者体感上没那么好的一点。当然我们为的其实就是拉长这个博弈回合数，让玩家在排点、过点以及在移动的过程中呢，玩家有更多的一个更自由的移动的空间，以及在交战过程中呢有更多的拉扯。对，我们不希望其实玩家起了一些装备，可能在进入单局之后被一个远距离的人或者被一个先手优势的人，其实2枪就秒掉了。这个不是我们希望太频繁看到的一件事情。一些成就类的荣誉系统的相关的一个展示是在我们的计划内的，这个大家应该很快就能看到。这个我们也在考虑，但普农带一些高价值的装备进去是去发福利的。对，因为我们能看到普农带你带的装备越贵，最后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收益期望是越低的。我觉得随机地图内的体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对，但关于出生点，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地图比较小，所以它出生点的这个方差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大。对，然后后续的地图的扩建，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新地，都是按照可能更大的出生点的可能性这个方案在做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在单局内的动态，我们这个版本做了那个天气系统嘛，以后会有越来越多这种局内动态的事件，去影响玩家的一些局内的体验和节奏。最后呢，虽然我个人是做过挺多产品的，但是暗区无限是我做过的第一款端游产品，也是我们团队大多数人做的第一款端游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会不断的去倾听玩家的意见，也怎么说，怀着敬畏的心去成长吧。也欢迎大家多多体验我们的游戏，并且给我们提供比较多的反馈的意见。最后，谢谢大家，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